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S。今天这一集影片非常的够力，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最近有一个震撼弹车型，就是我们的 Proton X50， 而且是一个 All New Version 的 X50 啊。那很多人就会纠结 ，Proton X50 既然出了新款，那旧款跟新款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差别呢？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这一间来自 Johor Bahru Skudai Kiri 的 showroom 啊，就是 AG Auto World Sdn Bhd， 把这两台车平放在他们的 showroom 里面，让我们做一个最直接的对比。我相信今天这一集影片，我这一个频道应该是全马最 detail 来对比全新 X50 跟旧款 X50 之间的差别的影片了。所以你们赶紧把这个影片收藏起来，或者转发出去，就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如果你现在不得空看，等下你还可以去找回你转发出去的这个 link 来好好研究今天的这一部影片啦。影片开始前，要先来跟大家聊关于 carpet 的话题哦。相信大家买新车或者你们的旧车 carpet 如果踩上一些沙石，或者下雨天上车，你的普通棉质 carpet 啊就会吸水，也会把那些肮脏、沙石、灰尘通通吸附在你的 carpet 上面。要清理的时候啊，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Dodo Luxury 2.0 是一个全马独家双层设计，只需要一撕一撒就可以把里面的脏东西通通清理干净。如果你的脚是踩到一些泥呀粘在上面的话，也不要担心 ，Dodo Mat 是可以用清水直接清洗的。如果是太阳天，只需要短短的15到20分钟就会完全的干透。Dodo Mat 是为每一台车量身定制，所以不会有Cap Ayam Carpet 顶到油门的风险，有些会顶到刹车，那个就真的是非常的 no good 了啦。再来就是除了有 Dodo Luxury 2.0 双层 Carpet 哦，现在还有 Dodo Elite 1.0、Dodo Camouflage 特别版，两者都是单层 Carpet， 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Dodo Luxury 2.0 更是有长达5年的 warranty 啊！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区还有 description 那边就可以找到一个 Dodo Mat 的 link， 点击进去，你们就可以查看属于你们各自车款 Dodo Mat 的价钱了啦。偶尔还会有独家优惠哦。那就让我们现在回到今天的主题啦 ，Let's go！ 当然，今天我们在拍摄这一部影片的时候呢 ，Proton All New X50 是还没有公布任何的价钱啊，所以我们不知道它卖多少钱。comment 下方，我相信会有很多人问它卖多少钱，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给到一个准确的答案，但是我自己猜测啊，它的价钱应该会跟现在你看到这一台旧款 X50 差不了太大，可能会起价，但是我觉得起价不多啦。那我们今天最主要的是要来看旧款 X50 跟新款 X50 两者之间最细节的差别对比。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X50 旧款的嘞，在车头方面呢，老实讲，两台车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旧款的车头，原因很简单，我们先来看一下整台车的灵魂，就是它的眼睛。车头灯方面，这一台旧款的 X50 呢是用 Projector LED headlamp， 而新款的呢也是 LED headlamp， 不过它把它原本的 Projector 款式换成了 Reflector 款式。有研究指出啊 ，Reflector 的 LED 头灯组跟 Projector LED 头灯组在同样的 lumen 照射光亮度情况下 ，Reflector 的呢在遇到大雨天、大雾天，它的穿透力会比 Projector 的来得更加低，然后它的照明系数也不像 Projector 那么集中。这个两者之间，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向于 Projector headlamp， 而且 Projector headlamp 它的这个里面的凸镜啊，大部分都是使用玻璃凸镜，它的造价、整个研发成本，包括它的这个凸镜的技术考究，会比 Reflector LED headlamp 来得更加高。沙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一次新款跟旧款看上去其实那个感觉还是很像的，因为都是有这个红色的这个弓弩设计啊。当然，在内部的一些结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旧款的呢，它是有这个 Infinite Wave 这个 Proton 家族式设计的这个水箱护罩。来到新款方面，它就把这个 Infinite Wave 的这个 design 取消掉了，换成这个直列式的，有一点点像钻石格栅，可是它没有镶上钻石啦。两者之间，我觉得 Infinite Wave 的这个旧款 design 会来得更加好看。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看到它的沙龙这边有一条这个布银色的框框哦，这个旧款啊虽然也是 plastic， 可是它整个看上去
去就有那种金属质感，跟新款的这一种只是普通的 plastic 质感，感觉上这个差距感就蛮大了，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旧款的。有一个重点哦，也是很多人在讨论的，就是新款的 X50是不是没有 fog lamp 了？没有错，前面的 fog lamp 是已经被取消掉了，换成的是一大片一个大嘴巴设计。而旧款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旁边这边还是有一个 fog lamp。如果你追求的是有 fog lamp 的 bumper design 的话，这个旧款的可能会比较适合你的个人口味啦。可是审美这个东西真的是各花入各眼，你们觉得旧款的车头比较美，还是新款的车头比较美？都可以在影片留言区打上来，我们一起讨论一下。我自己个人啊，很主观啊，我觉得旧的比较美，尤其是这个 bonnet， 两者之间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旧款的 bonnet 上面呢是比较干净的，就是一整片平平，没有什么特别，中间有2条骨，好像我们的这个眉间这样，好像很凶这样。这个新款的呢，它就把中间的2条骨取消掉了，把那个骨分开，然后还加上了2个假的 air vent。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可以不要了，很丑，我自己不喜欢啦。就好像你本来就没有这个散热的功能，你硬要跟它加上一个 accessories 这样子，你把它拆掉的话，这个 bonnet 它是有它的凹槽的，所以这个新款的 bonnet 我不喜欢。Fender 方面，在全新的 X50也是有把 Fender 换掉，因为车灯形状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 Fender 方面没有什么差别啦，就是这一个小小的地方本来是一个 chrome 圆圆短短，变成长长的一个 chrome， 延伸到比较靠近 bonnet 的位置。Side mirror 是一模一样的。来到车身侧面，我们可以看到，在旧款的 X50有一个 TGDI 的这个标示哦，证明它用的引擎呢是 TGDI 引擎，当然是 flagship 版本啊。flagship 版本以下的 executive 版本啊，还是 premium 版本呢，都是用 MPI multi point injection， 不是缸内直喷引擎。所以旧款的 X50有2种引擎配置，新款的只有1种。等下我们会接下去展开这个引擎的东西。还有很多人一直很在意的，到底新款的是用 timing belt 还是 timing chain？ 这个等下我们来揭晓。车身侧面可以看到，在下方位置呢，这里有一个防刮材质的东西，不管是新款旧款都有。但是我觉得旧款呢，它在 design 方面会做得更加的仔细啦，更花心思。我们在最下方的位置可以看到有这个假的 carbon fiber design， 而且还是向外延伸，就看起来比较像是一个跑车型的一个 diffuser 的 design。而新款呢是完全内收，没有这个颜色的层次感。防刮材质死黑色跟 carbon fiber 虽然是假的啦，你可以看到有那个层次感，新的就少了一点层次的感觉。但是新的它也是有给了一个假的通风口，哎，又是假的。这个东西既然它是假的，我觉得就干脆就不要就好。我自己个人不太喜欢啊。车窗方面，2台车的玻璃镜啊，就是旁边的侧镜还有车后的镜子是通用的，因为2台车其实它的整个 chassis 还是一模一样，整个车筒还是一模一样。所以如果你的玻璃打破了，不管你是新款旧款都是通用可以用的。但是在门框方面就有一点点设计上的小差别啦。这一个呢，我就比较喜欢新款的，它是一个雾黑色，就是 matte black。在旧款方面，它用的就是一个 chrome 的啊，我觉得这个 chrome 的就比较老气啦，不喜欢。我自己的 Honda Civic 原本也是 chrome 的，我跟它粘掉了，变成黑色了。然后门把手一模一样，没有差别。再往后我们可以看到啊 ，Sport Rim 方面，我也是觉得旧款的 Sport Rim 比较美。旧款的 Sport Rim 跟新款的 Sport Rim 顶配跟顶配之间是一样的尺寸，轮胎尺寸是215/55R18，这个新款的也是215/55R18，差别在于 Sport Rim Design。我比较喜欢旧款的 Sport Rim Design， 新款的 Sport Rim Design 有很多那个钻石立体设计，对，它在设计方面增加了很多设计巧思，但是我觉得画蛇添足了。来到车尾，我们可以看到2台车的 spoiler 是不一样，虽然它们一样是 flagship 版本哦，但是在旧款的 X50 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小小个的 spoiler， 中间镂空，可能有这个扰流功能啊。来到新款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更加大个、更加夸张的运动式的 spoiler， 然后中间呢是有这个假的 carbon fiber 纹路啊。这个 spoiler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很喜欢啊。之前就有很多人买了旧款的 X50， 然后自己去淘宝啊还是哪里买来了中国他们当地的吉利的缤越的运动版的这个 spoiler 来安装，所以这次 Proton 直接给你了这个 spoiler， 只要你买的是 flagship 版本，就有这个看起来很夸张的运动感十足的 spoiler。不过我不喜欢，我觉得它真的太大个了。尾箱方面，2台车都是有电动开启的这个功能。那车灯很明显，旧款的车灯呢是比较传统式的，2边式的啊，就是左边1粒，右边1粒，中间有一条雾银色的4条，印上一个 Proton 的这个一字排开的字样，这样子的 design 看起来是比较普通啦。而且我们其实在路上一直有看到 X50 已经看见这个新款的尾箱盖，还有它的尾灯呢，就让人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叮叮的样子。这个个尾灯呢，虽然 design 不一样了，可是我们其实在细节方面可以看到 Fender 这个
位置啊还是同款的，只不过它在车灯还有 bumper 的位置做了一些变化，让它的车灯看起来收小了一点，然后是 Full LED 的尾灯组，一条长长这样子，从左边贯穿到右边啊，这个是一个烂大街的 design 啊，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我觉得其实这个 design 啊，已经变成了最近这个年代的一个共同设计语言，不管什么 brand， 就连一些欧美车系都已经这样子 design 了，有点腻啊。bumper 方面，两台车都是用这个4出排气管设计，金属的啊。不管是新款还是旧款，都是这个金属4出排气管。不过 bumper 方面啊，新款的这个防刮材质的部分呢，就变小了，比较小一点点。然后下面是用这个 piano black 亮黑设计的 design。两者之间呢，在尾部的 bumper， 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旧款的，我跟你们讲为什么。在后面 bumper 的位置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旧款的 X50啊，它下面这边有做到这个 diffuser 的 design， 好像那些 GT 跑车这样子，一只一只这样子，好像有扰流功能，我不确定有没有，但是看起来帅就赢了。然后还有就是它用上了这种假的 carbon fiber 纹路，看起来会更加运动化，更加年轻有动感。还有一个细节是被很多人忽略掉的，就是尾部的 fog lamp， 两台车都有，但是新款给你的是 LED 雾灯，旧款的是卤素灯泡。打开这个旧款的 Proton X50的门过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门呢，就是很多人在网络上面一直有提到的，它的门把手好像会蛮容易断掉啦。我身边是没有朋友遇到啦，我不知道到底是怎样开容易把它开断掉。不过新款的门把手是已经换上了一个全新 design， 也就是一个比较传统式的门把手，摸起来质感真的非常的好。如果你们讲那个还可以拉断掉，真的是你应该是绿巨人。然后一个小细节哦，旧款的车门板呢，我们的手机啊是没有办法横放的。因为它的这个开口比较小，在新款的车门板呢，我们可以直接把你的手机打横这样放下去，这一点设计小巧思啊，真的是很加分啊，我很喜欢。虽然讲这是一台旧款的 X50哦，可是我觉得整个 interior design 还是不过时的，非常好看。尤其是它的这个冷气出风口啊，看起来好像那个战斗机的后面喷射孔一样，看起来很帅。然后它还有这种金属质感的 plastic， 你没有听错，它只是看起来很像金属，不过它还是 plastic， 但是整个视觉感真的是很好，我很喜欢。还有这种金属拉丝啊，上面的这个红色软材质的这个皮革包覆啊，等等的，我比较喜欢旧款的 X50 Interior。还有一个很加分的点就是旧款的 X50 Interior 呢，保留了很多实体按键，这个真的很重要。我自己很喜欢用实体按键来操控冷气啊什么的。好像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你可以盲操作，不是讲有荧幕就不能盲操作，还是可以，但是没有那个直接的触感回馈，就大大减分了。好像一个平板电脑，你打字用那个虚拟按键打字，跟你用实体的键盘打字，那个感觉就是天差地远。当然，现在也可以用声控的方式来做到冷气调节啦。所以，如果你们已经习惯用声控的方式来操作冷气，就当我没有讲过。这是一台 All New X50 的 Interior。All New 这个关键字，我觉得放在 Interior 方面啊，就真的是太适合不过了。整个 Dashboard、门板、中央媒体播放器等等都是 All New， 是马来西亚 Proton 自主设计、自主研发，没有用中国那边照搬过来哦。这个 Interior 我真的是要给 Proton 的设计团队啊一个掌声 ，Very good， 我很喜欢这个 Interior。不过配色方面啊 ，sorry 啊，我讲真的啦，我比较喜欢 Premium 版本或者 Exact 版本的 Interior 配色，就是全黑。因为新款的 X50 Flagship 顶配版本虽然跟旧款一样是用红黑设计，可是为什么原本的红黑看起来比较顺眼，这个看起来就没有那么讨好嘞？我觉得啊，在我研究一番过后，我发现呢，旧款的呢在上方是红色，下面全部黑到完，而新款的直接跟它反过来的巴列了，上面黑，下面红到完，所以就可以看到红色的面积变得特别的多，而且它的红不是那种亮眼的红，它的红给我感觉有点像 maroon 猪肝红的样子。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旧款的 X50 的 Interior 配色，但是如果讲到 Interior 的布局的话，这个新款的确实是很好看，很像 EV car 的感觉。然后还有在 Dashboard 上方用上黑色配色呢，我相信也是因为红色比较多 reflection， 就是我们的大镜上面在某一些光线角度下会把我们的 Dashboard 整个溢上去上面，而黑色就会大大减少这种几率。当然 Proton 的设计团队他们不是闭门造车师啦，他们还有把这台车开出去，在马路上面实测，有经过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光线角度、不同的日夜星辰，所以上面用黑色是有它一定的原因的。这一点还是要给 Proton 的 R&D 团队一个
展 ，very good。讲到阳光，这个 Sun Visor 就特别了啦。Proton X50全新版本呢，它的 Sun Visor 啊是有一个半透明的遮阳板，这个是我第一次在马来西亚的车上看到。如果你们有在什么车上看到这样子的 design 啊，可以告诉我一下，让我增广见闻一下。而旧款的就没有了，旧款的就是传统的这个 Sun Visor， 没有任何差别。后座还有后箱方面，两台车之间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只不过在中间 Center Console 在全新的 X50是一个全新设计嘛，所以冷气出风口做了调整。它的冷气出风口是真的往上吹了啊，就是可以吹到后座的乘客。而旧款的呢，它是比较偏低的，你就算把它往上提，也是只可以吹到你的膝盖，那个设计就比较扣分了。新款的 X50呢，确实是有在实用性上为消费者做到考量了。那现在我们要来讲两台车最重要、最多人在问的东西了，就是他们的引擎啊。打开两台车的引擎盖，我们如果不是 engineering 或者我们不是修车佬的话，一般上这样子看啊是没有看到任何的差别的。因为两台车的引擎盖呢，打开来过后还有一层引擎盖，就是一个小小的遮罩板，把整颗引擎遮罩起来了。但是我们可以在数据上面看到，两台车用的引擎是完全不一样的。之前的 X50呢有两种引擎，一个是1500cc 三缸多点式喷射技术的引擎，马力比较小，只有150 PS。而我身边这一台 flagship 版本的旧款 X50呢，它用的是一个缸内直喷技术的1500cc 三缸涡轮增压引擎，马力呢是177 PS， 比这个低配版的旧款 X50的马力是来得大。当然，刚才你们听到一个关键字，就是三缸涡轮增压引擎。旧款的 X50是3 cylinder 的，然后它是用 timing belt 的 engine。很多人都在想，这个 timing belt 啊，如果没有定时保养，没有照顾好整台车的使用 condition 的话 ，timing belt 是有几率会断掉，没有错啊。定期保养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如果你们的车担心 timing belt 断掉，你们应该要想一下自己有没有好好照顾车，而不是去想 timing belt 会断。这个东西在网络上面时常都会有争议啊，到底是 belt 好还是 chain 好？这个东西你问我啦，我是觉得 timing chain 当然会比较省心，但是 timing chain 也不是不用换的东西啊，时间到还是要保养，还是要更换的。那这一台 All New X50 就是刚刚我们一直提到的关键字 timing chain。这一次的引擎跟旧款 X50用的引擎哦是两种不同性质啦。刚刚的是一个三缸 timing belt 涡轮增压引擎，这台是一个四缸 timing chain 涡轮增压引擎。不管高配低配，只有一种引擎配置，就是1500cc 四缸 IGT 涡轮增压引擎，搭配的变速箱跟旧款一样，是一个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这一颗引擎可以爆发出的马力呢是181 PS， 扭力方面高达290 Nm torque， 也比旧款来得高，所以这台车在动力表现方面肯定比旧款的 X50来得好。但是177和181两者之间有没有非常明显的差别呢？你问我啦，我觉得没有。那个几个 horsepower 啊，会因为你的空气湿度啦、路面的路况啊等等因素，会影响到你整台车在驾驶起来的感觉。所以差了几个 horsepower， 你问我的话，我觉得其实不会有很明显的分别啦，因为他们不是差了30个 horsepower， 差了50个 horsepower， 就差那一点点罢了。4个 horsepower 对我来讲没有差别，但是多了一个 cylinder 就是一个最大的差别啦。很多人都是冲着这个引擎来购买的。但是你问我三缸引擎有什么问题吗？以我们目前马来西亚 Proton 的主流三缸引擎车款 Proton X70、Proton Sedan S70、Proton X50还有 Proton X90方面都没有听到任何的引擎部分的绯闻，所以我觉得两个引擎都是技术非常成熟的引擎，想买的话敢买就对了。那新款的价钱还没有公布，旧款的 Proton X50还有没有在卖呢？其实是还有在卖的，所以如果你们看完今天的影片，不想等这个最新款的 X50，因为你不知道等到来几时，而且可能拿车的时候还要排队，那你想要直接买一台新车，马上可以注册，马上可以使用的话，旧款的 Proton X50也许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而且现在有非常够力的优惠啊！我会把那个联络方式放在影片下方留言区，还有这个 description，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赶紧去联络一下，很夸张，我跟你讲，而且还可以马上开一台新车回家，真香。OK， 看完今天的影片，你们比较喜欢新款的 X50还是旧款的 X50呢？客观的在影片下方留言，我们一起讨论，不要吵架啊！我自己可以讲啊，如果是以点对点的对比的话，旧款的 X50确实比较多点，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所以如果你问我可以用更加低廉、更加便宜的价钱买到一台更多点我喜欢的车型的话，那肯定是一个真香的选择了。你们会怎样做选择呢？欢迎一起讨论。OK， 今天这一集影片就先讲到这里。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Goodbye。
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grip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a rap,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